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用核动力鱼雷攻击美国的圣地亚哥吗？只不过是一种学术探讨而已。境外媒体在中国无人海底系统这个上面呢找到了一篇论文，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在论文里面呢，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提出会开发一种超小型的一次性的核反应堆，装进鱼雷里面。反应堆呢可以驱动着鱼雷用30节的速度航行200小时，然后扔掉反应堆，再用普通的电池继续航行攻击目标。那么按照这种方式的话，这个鱼雷可以从上海放下去，能够打到旧金山，从上海附近把核动力鱼雷放进大海，让它们像成群的鲨鱼一样的秘密的穿过太平洋，前往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各处军港，比如说横须贺关岛夏威夷甚至是美国本土的圣地亚哥，可以突然的摧毁美海军的各个舰队。这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呀，但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来说呢，这就有点科幻了。用武器攻击对手需要完成一个杀伤链的闭环，杀伤链的概念和运用形式是发现、定位、跟踪、瞄准、交战、评估，这6个步骤要组合成一个闭合的链路。这体现了联合作战体系里面信息流主导能量流进行闭环运转的这么一个机理，是信息化战争形态下观察、判断、决策以及行动的 OODA 环的实践运用。假如我们要用鱼雷攻击美国本土的军港，目标搜索、识别和跟踪就比较困难。理论上说可以把特种兵埋伏在军港附近，用卫星电话或者网络发送实时的信息，但这个也存在风险。美国人的反间谍体系不是虚设的，用对地观测的卫星星座可以从太空里实时的监视美军的军港。中国的很多民用卫星就演示过了拍摄洛夫克军港航母群的能力，但是这个有把战争引向太空，最后可能升级成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鱼雷呢不是导弹，导弹只要几十分钟就能抵达目标位置，甚至更短。在这段时间里面，目标是跑不出多远的。如果按照论文的说法，核动力的鱼雷要航行几百个小时才能抵达美国的西海岸，也就是10几天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很难抓住整个航母编队。鱼雷要航行将近1万公里才能抵达美国本土，路上要经过繁忙的商业航线，美国西海岸的航运业是非常繁忙的，特别是大量的货轮要向南航行，穿过巴拿马运河，在东西海岸之间运输。鱼雷在远离后方指控机构的情况下，能不能准确的识别目标，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很发达，但是还没有达到那种完全能够自主识别目标的程度。假如确实需要在美国军港外的伏击航母编队，目前最好的兵器还是有人操纵的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一次性的核反应堆有什么用武之地呢？它可以用来驱动无人潜艇执行远距离的侦察任务，这才是它最合适的用处。美国波音公司的虎鲸潜艇就是这样的用途，不过它采用了柴油机动力。之所以不研制核动力无人潜艇，并不是美国做不到，而是很多的港口没有维护核动力系统的资质，限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一次性核动力鱼雷的论文，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并不意味着解放军、海军或者是国防工业部门真的要搞这种型号。真正的尖端武器有关信息是不可能出现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的，它所体现的是原子能动力研究单位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可以把核反应堆做成一个如此之小的设备，哪怕不用在鱼雷上，今后也可以用在外星探测上。木星有一颗卫星叫木卫6，上面有巨大的海洋，不过这个海洋里面的海水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海水，而是甲烷，也就是做饭用的天然气。美国的 NASA 正在考虑要研制一款潜艇发射到木卫6上去，潜入这个天然气的大海进行探测。如果我们中国也搞这样的探测器，卫星反应堆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所以突破尖端技术之后，总会找到用武之地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